台美关系其实就是冷战的缩影，冷战是全世界性的嘛。那其实，在第一岛链在台湾，其实就是一个冷战的具体而为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位置啦。1951年到1965年间，美元的历史其实我们现在在整个台北市，你其实都不复记忆。就是你看着那些台北的地景，你不会想起来说美国跟我们的关系曾经是这么的紧密。美军的基础设施，其实在这边，在台北市区就打造了一个这样子的监视，或者是说为了维安的一个区域。那时候我们就有以此这个概念去发想说 ，security 的基础设施在北美馆是不是应该要把它搬运进来？秦老师的立碑计划一般都是在户外，但那些空间都是某些事件的现场。那这次要移到北美馆，就遇到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北美馆？过去的北美馆还没有新建前，它是美军防卫台湾司令部。那其实这个现场就是今天立碑所在的地方。这整个大区域，尤其是美术馆跟中山主广场这个区域，其实大概就是掌控了台湾命运、掌控台湾安全最核心的地带。所以那时候我能做的事情，一方面是补足这些脉络，而且试着在这个作品不断成型，且顺着这个秦老师在造型上或是在形式上的一些基本发想下，把这作品给发展完满。我的录像作品主要分2个部分，然后一边是比较偏国府方的叙事，然后一边比较是偏政治反方的叙事。那总共有5支录像，里面都会有像是光的概念这个元素。有1支录像是在6张里乱葬岗拍，然后那是50年代的白色恐怖的政治犯他们会被埋葬的地方，那里是一个看得到101烟火的地方。拍摄这些烟火的光和这些墓碑的关系，一方面是想要让那个光有一种杀伤力，就是光照在这些墓碑上面；另一方面有另一支录像，我是想让墓碑的地底下发光，就是想让这个光有一个抗衡的作用。其中1支录像是参考草山支部的相关的事情，那对我来说就是这个是在历史的档案里面读到的东西，但就是我在想象这个叙事的时候，会想要让它有一个味觉的状态。最后1支录像就是有一些太阳、一些造型的一些转变。那我想要捕捉的是一段2战过后、光复过后的台湾人的一段心境。这时候秦老师就带我们去看说自强隧道口，就是外面其实曾经安全岛上有一个碉堡。那如果根据就是以前都发局的影像来看，从上往下是一个很漂亮的梅花形，很工整而且很大气的一个碉堡。秦老师想展出一些有梅花的物件，它有一个很核心的概念是，其实这个国家印记其实无所不在，它遍在生活的各处，从最高的权力者到最日常的细节中。所以在这次的展品中的5个柜子里面，其中有个柜子是大量的在士林北投区的情治或政工机关所留下的各种文本，里面其实特别放了一些当时的政工人员中负责艺文创作者留下来的文件。另一个柜子中则是那些受判决者的相关政治档案或文件、判决书、枪决记录或各种资料。那我觉得会让我们这个梅人堡这个冷战的题目呢，有更多重意义。就是说，我们所在本来就有场域意义了，在视觉上又更加重了这样子。如果说梅人堡是个坚不可破的一个军事碉堡的话，我觉得也许艺术就是永远在找寻它的缝隙、它的裂缝，或者是起码是让我们思考一下梅花之于台湾的意义，梅花之于冷战的意义，那甚至于可以思考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